可是金秋白凤九。这地具为何仙法如此妖异？竟然是赤红色的。区区镇塔妖，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！我的尾巴！坏！真是太慢了，穿过这个林子就到青丘了。走了。我不是要擅闯这个林子的，我只是借个路。我是金秋白凤九，休得无礼！东华帝君。
是白家人，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一只金泥兽？你还未飞升上仙吧？没。哎，既然东华帝君救了凤九一命，那凤九一定要报答的。不必。那如何是好啊？我姑姑时常教导我说，这世间有因果循环，有因就一定要有果，有欠就一定要有还。你姑姑，青丘白浅，帝君可认识我姑姑？曾有过几面的缘分。你姑姑和天族，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。是吗？为何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天族的事情。难道你不知道，折颜和胡地白芷现在正在天宫，为你姑姑讨说法吗？是吗？你还想跟我多久啊？我只是想要报恩。坏了！灵宝天尊神兽，夫君当心！小殿下，小殿下！此凤凰魔星未除，你们快散开！你别说话。帝君，他惹了什么祸事？怎么一口血？小殿下执意要跟我进入法会，可不知是谁掉落了昆仑虚法器玉清昆仑扇，惊着了灵宝天尊的坐骑。那凤凰失了长性，就将小殿下撞伤了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帝君，不如让小仙看看这位姑娘。退下。是。帝君，不要说话。帝君可是要救我？
帝君如果再救我，那这账怎么算得清？不要说话。帝君，本是为了报恩，却连累帝君，耗损法力为我疗伤。若再留下去，怕是要将青丘的脸都丢尽了。完了，走不动了。凤九，不要晕，不要晕。帝君，你去告诉天君，青丘小地基已经无碍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小殿下回青丘了吗？小仙告退了。被帝君抱在怀里的感觉真好。但是这样骗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不好吧？帝君，过来。天君震怒，不错，义军和太子殿下已经被叫去了。舍不得走，可留下来又亏心。帝君若是晓得我骗他，会不会生气啊？此处景致不错。帝君在和谁说话呀？
小狐狸，喝吗？帝君，你醉了吗？帝君，你心里一定以为那个难缠的青丘白凤九已经走了吧？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不会报恩的人。我不是不想报恩，只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天哪！你亲了？你真的亲了？他没有反应。他装睡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帝君，他喝了很多酒，睡得很沉。我才不信，东华帝君是昔日带兵杀敌的人，怎么会如此掉以轻心，被人亲了都不知道？依我看呐，说不定是他对你也动了心思，顺水推舟呢。你不要乱说。帝君究竟是佯装醉酒，还是……岂有此理！好好守着这院子。她虽然没有名分，却还是太子殿下的女人。若有任何差池，本宫唯你们是问。是，肃静娘娘。娘娘，没事吧？这凡人养的东西就是野性难驯，去将这小孽畜打死。是。肃静娘娘，你不是已经去下界仙山了吗？回娘娘，乐须娘娘方才恩准奴婢，等小殿下足周岁，再贬奴婢去下界仙山。这小狐狸，可是你们一览芳华养的。回娘娘，这小狐狸确实经常来一览芳华，却不是我家娘娘养的。我分明看到它从一览芳华里跑出来，你竟为了一只孽畜扯谎！回娘娘，这小狐狸确实不是我家娘。放肆！帝君，
本君有只小狐狸走失了，娘娘可看到？小狐狸，就是你宫里的奴婢拎着的那只。告诉我，是谁伤了它？回帝君，是他咬了我们家娘娘的手腕，娘娘是为了自保才将它丢出去的。他如此不听话，怎么会？他一定是无心的。那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？无心，他一定是无心的。可能是我挡着他的路了，他心性不稳，太过烦躁。也不是什么大伤。既是帝君的狐狸，那还给帝君就是了。既然你说他伤了你，本帝君也不必偏袒他。不如你跟我讲讲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这不是太子那位凡间夫人住的院子。我听闻，前几日发生了一些小事，惹得你们很不愉快。你与我一道进去，与那凡人夫人问问。看这小狐狸，究竟为何受了刺激，竟学会了咬人？帝君说笑了，这小小一口，哪里值得帝君去亲自查问？他既咬了我，我也伤了他，此事本就两两相抵了。两两相抵？我看他伤得比你重啊，如何相抵？帝君息怒，都是素锦的错。你说什么？是素锦见到一览芳华里的那个凡人，心情不好，而这只小狐狸恰好在此处玩耍，却被我无缘无故的伤了。无缘无故的伤？帝君息怒。是素锦心火旺盛，伤了太晨宫里的狐狸。素锦愿在此处罚跪1个时辰赔罪。如此甚好。你从小长在这九重天，应该听说过，我昔日带兵惯，既护内又不讲道理。以后我宫里的人和狐狸，你还是离远一些的好。是。哲言，他该不是带我回去的吧？有劳。上神客气。上神来，是要问擎苍被封印的事。青丘白浅封印了擎苍，上神又与青丘走得如此近，怎么舍近求远，反而跑来问我了？不知道这位姑娘可否回避一下？知月失礼。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宫里的，就连帝君与人议事也不回避，该不会……那是夜华的表妹，时常往我这儿跑，都是些小辈。
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上神，请继续说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的。唉，这件事情是有些隐情，但这些隐情现在还不能与帝君细说。我今天来也是来碰碰运气的，想看看在这边能不能从帝君这里得到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既然上神不愿意说出全部实情，本帝君也就不勉强。本帝君也只是猜到，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的司音上仙，余下的应该和上神知道的差不多。帝君能猜到此处，我还真没有想到。是凤九说的。凤九啊，你不讲我还真是忘了。凤九那小丫头离开了青丘，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说是来给你报恩。不错，这些日子，她确实在我这里。哦，那她的恩都报完了吗？我并不需要她报什么恩。帝君这话的意思，是他给你造成了困扰。是有些麻烦。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麻烦啊。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女人哭，我若问你，你就答，无需多余的话。我是把狐狸扔锁妖塔里了。你不要过来！这帝君为何仙法如此妖异？竟然是赤红色的！区区镇塔妖，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！
哎呀，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怕是没救了吧？老糊涂，错了，小地基身上的血是帝君的。帝君受了重伤。啊，这天下还有谁能伤得了帝君呢？帝君前几日为了救小地基，费了不少法力，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了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帝君的寝殿。寝殿。成功也不是1、2天了。帝君的脾气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个石头做的神仙，没有七情六欲。别再白费功夫了。你替我向帝。你说什么？帝君要去应劫？凤九啊，你要想开点儿。你看这天上的神仙，无论多有能耐，阶品多高，都是逃不过一个应劫的，最后都要身归混沌。你看帝君他老人家都活了多久了，也该应劫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我要亲自去问他。哎，帝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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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？帝君，帝君！
帝君，你哭什么？帝君生，凤九便生；帝君死，凤九也绝对不会独活。凤九，别这样。我不。你一个青丘帝姬，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，你不怕丢人吗？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，怕什么？那是渡劫，岂可混为一谈？帝君是否还在介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？那都是司命星君命我去做的，我和元贞真的没有任何私情。我知道。反正你在应劫之前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看我这副模样，像是快要死的人吗？倒也不像。我不管是谁说的，反正你就要应劫了。无论如何，在应劫之前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日日守着你。不会浪费任何时辰在别人身上。你想要吃什么，我就给你做；你想要去哪，我都会陪你去。你爹来了。我爹来了也没有用，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。东华帝君，白衣上神怎么突然到这九重天来了？哦，是为了舍妹的婚事。哦，对，天族和九尾狐一族的婚事是个大事。那我就不耽搁上神了，告辞。爹，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呀？爹。不管你这次如何打凤九，我一定会在九重天陪着帝君。你真就如此放不下他？女儿放不下。帝君，你这是被谁给伤了？我爹说，既然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帝君，就要打死我。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就为了见帝君一面，然后尽了孝义，让我爹打死我。帝君，你这伤倒像是真的，险些把我给骗了。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啊！我碰你伤口的时候，你也该略微躲一躲，喊句疼。疼！学得再像一些。凤九错了，这伤是假的。谁教你的？程昱。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，别的不会，骗人的把戏倒总能翻新。是凤九求他教我的，求帝君只怪罪于我，不要牵连他。小狐狸，在凡间那间破屋，我就与你说，当断不断，害人害己。难道你还不明白？
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。今日你又来我这太晨宫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要应劫，所以我想陪着你。究竟是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不能说。你可知道，我大你多少？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。数十万年，多少个沧海桑田，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，你都不曾见过。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，杀红了眼的模样。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？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？嗯。可是凤九，你眼前的这个人，并非真正的我；和你在太晨宫斗趣的人，也并非真的我；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，更不是我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不仅是昔日定律法掌生死的天地共主，还是没有七情六欲，不知红尘为何物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少阳君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你走吧，现在就走。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？嗯，都被他识破了假声，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？哎，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？司命，你给凤九讲讲。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，帝君就以战止战，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。当然，小仙知道这些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。哦，帝君都这么老了，难怪要应劫。应劫？帝君要应劫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日日跟着帝君，竟然不晓得？我自然是晓得，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劫的。你二人可知道这应劫是多大的事？帝君曾是天地共主，倘若他要应劫，早就9天同悲传遍四海了。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，又让你二人知道？那他不会应劫了是吗？当然不会，而且我敢保证，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，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。别忘了，他可是这天上地下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，命硬着呢。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？程昱告诉我的。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劫，我就以为帝君要应劫了。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。如果帝君不要去应劫的话，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。我爹若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知东华帝君可有空闲，与我聊一聊我家那个不孝女白凤九。上神请坐。不知上神想要聊什么？我就快人快语，直接说了。既然帝君与小女曾在凡间有过夫妻的缘分，不知帝君可愿成全小女，与她成亲？虽然我平时总是教训她，不愿让她追在你身后，丢了青丘的颜面。但是，作为凤九的爹，我能看出他对你是痴心不悔。
所以今日前来，我想以父亲的身份，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媒，请帝君考虑考虑这桩婚事。既然上神如此郑重，那我就直说，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。告辞。出来吧。帝君，你还想闹到何时？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，以为帝君命不久矣，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。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，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？我们曾经在凡间，那不算什么。算，在凤九心里，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。那只是在你心里。凤九，你想让我说多少次？与我在凡尘那劫，仅是渡劫。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。没用，你我没有缘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东华，若你心里没有我，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？你是放不下我。若你放不下，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？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……好了。为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？我对谁都如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知道，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？你爹来求我，让我娶你。我爹求你娶我？不错。我爹求你，你都不愿意娶我？不错。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爹他从未求过人，从来都没有。我不该这样，我不该给青丘丢人，是我一直在给青丘丢人。我不该纠缠东华帝君。爹，知道丢人了。
你看我做什么？小殿下今日一早已经离开了。嗯，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？你有话就说，没话就闭嘴。帝君曾是昔日的天地共主，虽然后来四海太平，将这君位禅让给了老天君，又传到了今日天君这里。说重点。小仙以为，小殿下为了报恩，随帝君来到天宫，又甘愿下凡为妃，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。小仙这个旁观者，也很是为小殿下不值。司命，你可在命簿上拆散过有缘人？这个自然。那你的命簿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这两个人是无缘人，那他们可还有机会在一起？这除非是小仙改上几笔，否则绝无可能。如果是在三生石上，注定两人无缘。三生石？司命，小仙听闻小殿下要承袭青丘女君之位，特来献上薄礼一份。什么礼？小仙近日翻阅天族史籍，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，便连夜赶来献给小殿下。又是史籍啊？此史籍非彼史籍，是关于当初帝君还是天地共主时的记载。或许这里面的东西对小殿下有些用处。写东华的。这典籍里写的，可否都是真的？当然都是真的。难怪连姑姑都劝我放下他。你给我看这些，也是要劝我吗？小仙只是觉得，小殿下理应知道一些真相。帝君他老人家，并非对小殿下心狠，只是在小殿下还未出事前，他就做了如此决定。帝君对小殿下，并非无情。那一趟下凡历劫，帝君并不是为了尝尽人生六苦，而是为了还小殿下一段姻缘。在天宫，帝君因天命所缚，不能与小殿下相伴。倒是凡间，还可借着历劫逆天而行。虽是短短数年，帝君对小殿下，却也是真情实意。这些就是小仙想让小殿下知道的真相。帝君是为了我才下凡的。不错。
所以，太子殿下在去凡间历劫前，就已经派你们去守住弱水与异界。不错。墨渊方才归来，异界就开始动荡，莫非要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帝君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帝君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一扑用了3成仙法，太过凌厉。难道司命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从凡间回来之后就没有了法力？不错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为什么不能大惊小怪？像你这么厉害的人，要是没有了法力，如果有一天遇到危险的话，我在天宫能遇到什么危险？本帝君是因为定下了60年生死劫，却早早返回天界，才暂且失去法力。就算是我，也不能逆天而行，你知道吗？不过，最多1、2年也就好了。解释清楚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帝君，你不理我，是不是因为3生石上没有你我的名字？你如何知道3生石的事？是折颜还是墨渊告诉你的？或者是你爹？但是他答应过我，绝不会告诉你半个字。都不是，是司命找来天族的史籍，上面记载了你禅让君位的事情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亲手在3生石上毁掉了自己的姻缘，没有回旋的余地吗？我不信。不信也无用。3生石定天下姻缘，上面不会有我的名字出现。不只是你，任何人都不会和我有姻缘。不信。不要再胡闹了。我就不信3生石上不能有你的名字。金秋狐尾每一条都能用作执念化成一个法器，我要去3生石上刻上你的名字。那时4海8荒，战事不断。帝君身为天地共主，
定仙神之律法，掌6界之生死。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，亲手毁去了自己在3生石上的名字。这3生石是定天下姻缘的，在那上面没有了名字，此生都不会有姻缘出现。所以，帝君无论在世上活多久，终将是孤家寡人。他不是真的没有七情六欲，只是那3生石没有他的名字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对他来说，都只是一场孽缘。小天下，孽缘是什么？明白吗？就像是你们在凡间经历过的一般，你和帝君的感情，此生都不会有善终。东华帝君，你的名字在哪？在哪？百草桥。我看到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这样？我爱的是东华帝君。小殿下，听小仙一句：你若再执迷不悟，逆天而行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对帝君也不会有好处。你们在凡间相伴数年，这在天上也不过就是数日的缘。
米谷，米谷，这又怎么了？他割断了自己的虎尾。什么？九尾狐断尾等于寻常人剜心啊！当真如此严重吗？好了，快给我，我带他回桃林。别跟着我。上神，专业上神。四叔，四叔，我真糊涂，他们都去昆仑虚了。哎呀，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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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们是？哎，这不是17的侄女吗？对，这是我家小殿下，我是姑姑狐狸洞下侍奉的迷谷小仙。我家小殿下断了狐狸尾巴，高烧不退，还不醒。我这是找不到遮颜上神，只能来昆仑虚找姑姑了。来，随我来。怎么还不来啊？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放心，我已命人去找了。哎，他醒了，小殿下，你醒了，是不是很疼啊？17，米谷，到底怎么了？从昆仑虚回来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不是因为那个东华帝君，小殿下哪次受伤，不都是因为帝君？什么意思？司命把他抱回狐狸洞时，说他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。四哥，你看这孩子，真的是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的丫头！快想想办法给他止疼啊！这种断尾之疼，疼也能把他给疼死。已经止疼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帝君此刻又来做什么？小五，对帝君讲话要客气一点。何况此事也算不得他的错。你不是也知晓吗？那3生石，三生石又怎样？帝君，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招惹情债，就该早点拒绝我们家小九。我们九尾狐一族全是死心眼儿的性子，一生认准谁就是谁。你招惹他，让他喜欢你，你又告诉他不能与他一处。帝君这是要唱出戏吗？抱歉。事到如今，抱歉有什么用？他的断尾之痛，你能替他受吗17，帝君也有他的苦衷。好，我不说了。那好了，他也算醒了，只是有点神志不清，进去看看他吧。你心心念念的东华帝君，